要说你就别动了，一帮国民党残兵败将，还让你那个副舰长亲自动手，哎，有周和他们就不错了，咋不上天呢？他们。王卫同志，什么觉悟啊？优待俘虏不懂吗？给他们煮粥和给自己煮粥是一样重要的。人家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对，他们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行，你觉悟高行了吧？你觉悟高。王卫同志，打过仗没有？一看就没有。别小看了给俘虏做饭的事儿。知道我们四爷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这儿，为什么吗？一是靠战斗力，二就是靠给俘虏做饭。这馒头稀饭香味只要一飘过去，他们就得乖乖的投降。净胡说！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吗？嘿嘿嘿，看副舰长，我跟妹妹同志说着玩呢。哎，那好吧，我来啊！我让他们乖乖过来投降，乖乖过来投降。等了半天也没动静啊，会不会搞错了？应该不会。周公和他们说好了，咱们再耐心等等。来了。哎，看来这香味还真管用哈。嘿嘿。不对呀，不是说20-30人吗？怎么来那么多人？可能是周公情报有误，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大没不过船去。四爷打了大半个中国，躺在这儿，什么阵仗没见过？师傅，准备战斗！侯排长，可以准备战斗，但在原地保持原队形，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他们了。看看阵势再说。是。就连这么2个人，还不把他放在眼里头？不对，先去注意埋伏，注意战场。妈的，要真就这么几个人，咱们过去把车抢下去走就算了。我看行。啊，把那个女护士也抢走，给你治腿去。先看看阵势再说。
对面的弟兄，我是茶生县副县长甘世坚，我代表军分区，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们向解放军投诚。这位是4野434团3营9连1排排长陶大雷同志，请你们听他的指挥。陶排长，开始吧。是。对面的弟兄听好了，请你们排成一字纵队，过来之后放下你们的武器，先把肚子填饱了，锅里边热粥热饭等着你们呢。开始吧。参谋长，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给突走了，我不想再死人了。听从他们命令，放下武器。真要强啊！是啊，你考虑清楚了吗？我们不难上路，子弹不能当饭吃，都喝了快半个月了，先让兄弟们把肚子填饱再说。要真想动作，凑近了更好。咱们几个人接着收拾他们一个，他们有武器施展不开。来，把枪都交到这里来啊！哎呀，好啊！哈哈。哎，兄弟们，交好了枪，那边有热乎乎的苞米粥，随便吃，随便喝哈！啊，哈哈。有受伤的弟兄们到我这儿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哎，对，都放这啊，放完了去领粥啊。情况很不好，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截肢。有什么？截肢？要是不截肢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你胡说，不可能！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你们啊！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冷静点！参谋长，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参谋长，参谋长！哎，长官，我这粥里怎么有沙子呀？不让我当成是不是？不可能啊！就当我亲手挑的，怎么可能有沙子呢？来，你看，妈，我这碗里也有。哎，看看，我这碗里有沙子，你们真的不把我当人呢？我亲手挑的，怎么可能有沙子呢？你亲手挑的，我看你是亲手挑沙子吧？你看看啊，这又是截肢，又是往碗里掺沙子的。都说解放军优待俘虏，我看纯属放狗屁！呸！说什么你？刘大刚，是，把他给我抓住！哎，你干什么？谁敢说我？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唐队，注意政策！弟兄们，看没看见啊？咱们刚说碗里边有几个沙子，他们就拿枪对着咱们。这以后啊，说不准咱们虐待咱们呢，你们说是不是啊？就是！弟兄们，我错了，是我的错，我把它喝了还不行吗？你喝个屁呀！好吧。你往哪跑？是个有雷子的。跑啊，兄弟！对。妈的，果然有埋伏。我不要截肢，我不要截肢！别逼我，你们别逼我！
思明，陈思明，思明，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军分区委托我们护送穆医生到茶城，正好路过这里。同志，你们其他的人呢？哦，就我们2个人，是穆医生让我们在树林的2边分别开枪喊话的。就你们2个人？我明白了，2个人的埋伏。思明，你是建成？思明，是我，建成，你要救我！他们要给我截肢，他们想废了我！思明，你听我说，别激动，也别害怕，我来给你看看伤口。你总得相信吧？啊！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我是刚刚分配来的军医，我叫穆建成。你是护士吧？啊，我叫黄玉涵。黄护士。清晨，你是解放军？你怎么能是解放军呢？我跟着我们团的3营在祁阳起义，后来就加入了解放军。这不，刚刚整编完分配到这儿，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啊？我们团一过龙湖湾就被打散了。我们副团长是茶城当地人，带着我们投奔了第7军最早的一位副军长，说是先避避风头。不知道这个副军长跟我们副团长说了什么。思明，情况不太好，伤口有些感染了，而且你现在发着高烧。不过别担心，我带了几支盘尼西林，回头让黄护士给你打上，再观察观察，能不截肢肯定不给你截肢，放心吧。哎，盘尼西林，谢书记受了那么重的伤，他都舍不得用盘尼西林，你给他用盘尼西林？建成，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诚心，他们就是想废了我啊！他们想给我截肢。建成，你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建成，看在党国的份上。哎，说什么呢？什么党国份啊？费你还不够我们费劲的呢！来，王妹妹，头子来，说好注意政策。就是，哎，优待俘虏，你刚才去哪儿去了？你知道盘尼西林多珍贵吗？黄护士，麻烦你来操作一下。你叫什么来着？穆建成。行，我记住你了。注意交通。打倒蒋匪党！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匪党！打倒蒋匪党！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哎呀，大小姐在那儿呢，我去给您叫过来。别影响她。解放全中国！打倒蒋匪党！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匪党！打倒蒋匪党！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周先生好，哟，你也来了？来了，我哪能不来呀？这些残兵败将一解决，茶城就太平了。是啊，多亏了您及时劝降他们，不然的话呀，茶城人民可遭受更大的损失。你可是一切。哎呦，我哪是什么大功劳？共产党是民心所向，老夫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再说了，茶城就是我的家乡，为民造福，这是我的本分呢。不过我看这个人数怎么比那个副团长跟我说的要多了很多呀？没出什么意外吧？是多很多，你也看到了，
没意外照样解决。那就好，那就好，要不然老夫的罪过那可就大了。还没见过女儿吧？我叫她过来。娄志文，过来。叫爸爸。小楼，你父亲在这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过来打招呼。我告诉你，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茶城立了大功了。谢谢周先生。哎，叫爸爸！你父亲现在已经站到了党和人民的一边，不再是旧军官和大地主了，该叫爸爸就得叫，不能让人家说咱们青年团六亲不认呐。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你这个小鬼，不着急，这孩子让我惯坏了。自从跟你们上了大茶山去打游击，就跟我断绝了关系，而且还改了姓氏。这一晃2年多，我们没见面，更谈不上说话了。今天能叫我一声周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志文在团县委表现得很好，是党组织重要的培养对象。那就好。志儿啊，你虽然改了姓，但是你能姓龙，那就说你对爸爸还有抱有一线希望，是吗？爸爸懂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相信爸爸，你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一定呢会为政府还为人民多做实事，多做贡献，好不好？我知道。欢迎你啊，穆剑臣同志。谢政委，您不记得我了？你是横保战役，在祁阳，当时我的肚子都被打穿了，是您救的我。你看我这记性，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谢书记，穆剑臣同志是军分区派给咱们部队的军医，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穆医生，谢飞同志是咱们茶城的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团政委工作。明白。报告谢书记，我是特地要求来茶城工作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您，我早就见上帝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您的手底下工作。啊，一说这起义人员，我想起来了，当时是有一个英林镇起义。穆剑臣同志，欢迎你呀，回到我们人民队伍中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茶城也解放了，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搞建设呀。明白。我说呢，起义人员就算了，这要是我的兵传成这样，我非关他禁闭不行。关谁禁闭啊？陶大烈同志，我看这个皮夹克挺好，挺精神的。小心眼儿，不就一只盘尼西林吗？干部县长，这可不是一只盘尼西林的事儿。当初谢书记命差点都没了，他都不让给打。他这可好，一下给那俘虏打了一整只。你知道这一只盘尼西林能救多少？陶大雷同志，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啊？革命队伍救死扶伤，救人要紧呐。是，觉悟。穆医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有个紧急会议要开，改天我们再聊，好吧？是。两位领导，那我先回去了。好。这忘得死死的啊！还没想起人家是谁呢吧？想不起来了。对，看来你救的人太多了。
啊，还好。小红的味道。已经把仙人藤准备好了，咱们有本事就抢了粮食来领。阿坤，把所有人带上山。是。阿瑞，把粮食全烧了，一件不能留。哼。快点，不要！好。告诉我，粮食在什么地方？谁也不许开枪！今天谁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走，出！大王，这头养虎凶得很，不如让我直接砍了他。什么人凶血气旺？老子终于抓到你了，杀了我好几个兄弟，老子要把你活埋了！哎，捡起来！
真他妈想杀老子！睡觉！阿妈！大人，帮帮我！快杀了我！阿爸不想落在这个禽兽的手里面呀！阿然，开枪啊！阿然！师兄，开枪打死！开枪！阿然，开枪！早晚他妈死在你手里！怎么住？大王，潘桂英的人已经下山了。粮食找到没有？找到了，我让兄弟们装车了。阿九派下山没有？去了。啊，这样，让这个兄弟带上女人和部分粮食走磨盘岭。好，你和我另外的兄弟带上粮食走大路。明白。兄弟们，回殿山论功行赏，拿上仙人藤，快活啦！走！我当是谁呢？嘿嘿，原来是我桂英妹妹。桂英妹子，想我了啊？不要铜头螺了。
颠子哥哥，是我想你了。红头螺兄弟，我正好在想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我觉得真是好久不见了。这样，我们一起到我银殿山去耍耍，如何？我们两口子哪有心情耍呀？自己地盘上的羊骨都被别人抢了，我们哭还来不及呢。红头螺兄弟，你我是结拜的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谁抢不一样？一样，哎，一样。好，孩儿们，拿粮食。桂英妹子，颠子哥就喜欢你这小腰身儿，再配上你这俊模样，真稀罕人。桂英妹子，想要粮食跟颠子哥说一下，你看这上蹿下跳的闪了腰，颠子哥心疼。放屁！这粮食本来就是铜锣寨的，我跟你要不着。今天谁要敢拦着，鱼死网破！对，鱼死网破！孩儿们，别开枪！铜头螺兄弟，欧家堂是你们铜锣寨的啊，不过呢，这些粮食也是兄弟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来的，要不然这样跟以前一样，一人一半。下次我去银殿山地盘上也干上一票，到时候咱俩再一人一半。哎呀，哎，那兄弟这是要明抢啊！大哥真是最讲道理的土匪了。兄弟们，把粮食都带走，一袋不留。银殿山的兄弟，这个兄弟我认，我是这个天下最讲道理的大王，所以这些东西颠子哥送你们了啊！我认了，把粮食留下，跟我撤。走，好，快！一层沙子一层泥哟，突然听到歌声起了哟，好像腾云上天梯哟，别斜头看没一眼嘞，错把石头捡进箩。菜都齐了吗？齐了。
同志们，战斗准备。一块儿干！同志们，准备战斗！寨主，夫人，我吧也想像寨主一样，娶一个夫人这样念过学堂的老婆，将来也能过这个结婚纪念日。你也不撒泡尿自个照上。老娘你好啊，随我有志气。兄弟，不行，小枪不杀，小枪不杀，不行，小枪不杀，小枪不杀，小枪不杀，不行。七仔，嘿，你们两个保护夫人，快撤！小子，那你呢？我掩护你们。走啊！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快走，去找你阿爸。不要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块儿。有娘子这句话，我铜头楼就没败火。快走！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解放军又在俘虏。走啊！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不要，我不走。我答应你，马上就来找你。走啊！预备！打！
夫人，没事吧？夫人，同志们，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给我们攻打海南岛的大军筹备军粮。军分区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8万担粮食，8万担啊！这对我们刚刚成立10天的新政府来说，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啊！石坚同志，怎么样啊？我可是和军分区首长拍了胸脯的哟。谢书记放心，我就一句话：大军能不能打下海南岛，首先要看我们茶城能不能征到这8万担粮食。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千万别跟我客气。县政府已经动员县里各驻军干部战士和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化整为零，组建多支武装征粮工作队，明天一早直接下到各定点乡村，与当地农工会干部会合，一同开展征粮工作。好，我亲自带一个工作队去周公所在的莲花乡。今天周公当面向我表示，要给政府捐100担粮食。100担马上能解决问题啊！我去把这个100担粮食落实一下，然后再开个表彰大会，把周公的典型竖起来，把征粮工作引向实路。应该的，像周公这样的支持我们新政府工作的开明绅士，我们就是要给他站脚助威。报告，进来。好，去吧。同志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距离我们县城最近的一个土匪窝点铜锣寨已经被我们大军拔下来。哎呦，真是好消息啊！匪首彭陀罗已经被活捉，当地农会已经接管了铜锣寨。嘿，好消息啊！好消息，太真是真是个好消息！1天之内，既肃清了茶城境内的国民党残兵，又打下了铜锣寨，茶城人民的太平日子开始了。是啊。3万4点4呀，3点9啊，放手啦！输了，大把你看看，三儿啊，你心眼比老九多，花钱你不行。哎呀妈！打了我！哥哥，你们来，老九，嘿嘿，大家好。第二个，哎，19哥回来了，怎么样了？兄弟们，这次你们沾了老19的光了，每人多上1根仙人藤。谢谢19哥。人安排好了。白日下来，在山下，他们约上了一些逃出的手下，就一起走了。你就拦住把他们带上山来嘛！他们不来。大王，早晚得死在你手里！大王，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都等着呢，您说说。兄弟们，这次打欧家塘，兄弟们敢打敢杀，舍得卖命，老子高兴啊！老规矩，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门口的女人谁先挑。来，19哥，我已经替你先悄悄的挑过了，外面有一个姑娘，长得特别水灵，对，长
得特别像那个小玉姑娘。哎，你这样，你把她拉回去，就当把小玉姑娘给办了。哎，不许说小玉，听到了？哎呀，妈的，不识好歹，点子一个。大王，大王，在说什么？大王，没说什么。大王，再当着老子的面说那2个字儿，就把你这个小辫子给你蹬掉，给你点了天灯。爹爹，滚！哎，就让陶班长别歇着，直接把陈天子也收上。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当务之急还是征粮，解放全中国就看咱这8万担了。妹妹同志，你放心啊，这铜锣战一出啊，这银殿山的陈天子呀，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是吧？是有道理，这么回事？是。谢书记，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铜陀螺的公审大会放到莲花乡，和莲花乡的征粮动员大会放到一起开？会上再对周公进行表彰，这样既杀了反动派的威风，又树了正面典型，2条路，2种结局。好啊，我同意啊，但是这个工作要做细致啊，要充分征求周公的意见。如果人家同意捐，我们再表彰，不能8万硬上弓。哎，火要烧旺，旺火出好酒啊！哈哈哈哈哈！大小姐，请叫我龙芷文同志或者小龙同志。好，小龙同志，这酒房啊是周公的眼珠子，咱是不是找你爸爸再商量商量啊？没得商量，海南岛打不打得下来，就看咱们能不能征到粮食了。周家粮食多，必须带这个头。还是小龙同志酒够高。再说有陶班长在这儿，怕什么呀？不是你干什么你？抄家呢你啊！我还在这儿研究违反政策。我不是想着我踹的就省得你踹了。胡说！我踹的那都是反动派的门，这是统战对象的门，能一样吗？什么觉悟？没事，如果不交粮食，就抄家。走。小姐来了。你好，周昭贵同志，请叫我龙芷文同志或者小龙同志，叫小龙也行。小龙同志啊，不知小龙同志来昭贵同志这儿有何贵干呢？我们是莲花乡武装征粮工作队的，现在大军攻打海南岛，急需粮食。您呐，就代表周家带个头，这可是周家的光荣。我的大小姐啊，不，小龙同志，为这事儿，罗主席来找过我好几次了，可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啊。没有是吧？这是什么？酒料啊！酒料！解放海南岛的将士们连包谷都不够吃，你却用上好的糯米当酒料。昭贵叔，周昭贵同志，您这么说不害臊吗？嘿，大小姐啊，同志，哈哈，哎呀，这做米酒啊，
一定要用上好的糯米做酒料，用包谷做酒料那是包谷酒。老爷只喝米酒，从来不喝包谷酒，而且老爷只喝自家出的米酒。为什么？除了昭贵同志的手艺之外，还需要这上好的糯米做酒料，而且这糯米它也分个3、6。停！您这套酿酒经我从小听到大。我也告诉你，周昭贵同志，旧社会里，我爸爸作威作福，用剥削来的粮食酿酒喝也就罢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作主，他的粮食就要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是为了让海南岛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用更多更好的粮食去支援解放军啊！那也不能说是为了海南岛人民过上好日子，就不让老爷过上好日子吧？我爸他周培龙的日子还想要怎么好？前线解放军和海南岛人民吃都吃不饱，他周培龙已经有上好的糯米用来酿酒喝了，他还想要怎么好？志儿，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着？到了新社会，做女儿的就可以直呼自己爸爸的名字了。这当了共产党，就连祖宗的姓都给改了，就六亲不认了。共产党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周昭贵同志，是我自己要跟这个反动家庭断绝关系的，是我自己要改自己的姓氏的。你少拿共产党做文章。你说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党。大小姐，一句话，今天你和你们的共产党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哎，小罗同志，你敢！小罗同志，哎，别激动，别激动，小罗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给你。哎，完了你了！来人，都给我围起来！都给我围上！哎呀！乡亲们，乡亲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这次征粮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解放劳苦大众的。大家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咱们要犯大错误的呀！西侯哥，三官，这都是自己人，快让大家把枪都放下吧。自己人？你见过有自己人在自己人家里抢东西的吗？周大贵，这是谁反了呀？这长枪短炮的招呼着啊！我瞧瞧都什么玩意儿啊？汉阳造、中正市，嚯，还有鸟虫呢，家伙事儿够全的呀！啊，你们小小的莲花乡有这么多好的装备，小瞧你们了。乡亲们，听我说啊，我们征粮呢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跟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没关系。你们赶紧把枪放下，都回家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跟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明白吗？明白吗？行，我四爷从四平打遍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我陶大雷就喜欢这个镇长，就你们这几块料，想干什么？陶班长，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你到底跟谁活的你？我们是解放军，
对待老百姓，总得讲究方式方法吧。大伙听我说，把枪都放下吧，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别让矛盾升级了就不好了。看不出来吗？矛盾已经激化了。赵贵叔，哎，赵贵叔，赵贵叔，怎么了？赵贵叔，赵贵叔，哎，我冲钱开的枪。赵贵叔怎么了？赵贵叔，赵贵叔，哎，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啊！是心脏吗？可能是心脏病犯了。你看，都怪你，把心脏病吓犯了。大军仗势欺人，不会抢粮食，害得赵贵叔心脏病犯了。如果赵贵叔今天有个3长2短的话，你们一个都撵走！大家不要围在这，保持空气流通。够了！阿华，上！哎呀，这个死狗！哎，这狗能治心脏病啊？我也头一听说，装的挺像。江湖医生，我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他什么身体状况，我还能不清楚吗？王科长、罗主席、小玉，咱们把这里的粮食通通清点一下，然后再组织人运走。我家的东西我做主。好嘞，干活。同志们，来吧。这三姨太还是喝不惯这油茶呀。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我错了，都是三姨太吃亏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是哪里人呢？来周家大院几年了？我是矮州人，来这里3年了。当初老爷好心收留我，可是我畜生，我罪过万死，我猪狗不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老爷，你答应就答应，就饶了我吧。家山呀的。老爷，跟副先生求见。平等，叫他到花厅。
还是到附近乡里去买些酒。山里的兄弟还等着呢。要让山里的弟兄们把日子过得滋润了。小子了。儿女们啊，都是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就是给他们还债。哎，看着点路。你好，干部先生。副县长，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啊，哪里，是我临时过来打扰周公了。哎，看副县长，求之不得呀！你瞧瞧，蓬荜生辉呀！啊，快坐，请坐。哎，快坐。哎，两位小同志也坐啊，坐。好。周公啊，这位是县政府的王科长，这位是大军的陶排长。我们这次来，本意是邀请您参加明天一早的公审大会和征粮动员大会。公审大会？公审哪个？铜锣寨的匪首铜头罗。哟，真没想到啊，咱们解放军真是所向披靡呀！铜锣寨这匪患危害咱们茶城可是多年了。好啊，明天这个公审大会，我是一定要参加，我要给咱们大军站脚助威。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参加。知我者，共产党。